3年前在这边长城脚下，我们推出第一场《山海经》，整体这片50亩地，建筑都是我搭起来的，这里面每个空间都是我每一年的代表作。山海经里的神兽，你做了70件，现在不止了，现在前后加起来应该快近100件了吧。饕餮这里面应该是我《山海经》里面最大的一件了，长14米吧，高得7米多。搬动的时候都是一段一段的，大吊车先雕进来，然后再把整个展厅建起来。饕字代表的是贪财，餮字代表的是贪吃，它象征的就是人本身就是欲望的本体。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一个个体，他被欲望反噬，最后其实毁灭的是自己。《山海经》的神兽有很深的一些哲学指向，那这个缤纷嘛，我们后面就把它放大到高7米，两个头，它代表生命的一个轮回。很偶然的一个机会，那时候就研究传统的一些古画，我想把这部分的这个传统的这一部分神兽，把它用3维的方式把它复刻出来，然后收集很多资料，日本的、韩国的各种的神兽，越发觉得这些神兽啊，指向都是中国的。故宫那个原来王院长王阳明他就说，那其实你可能得认真去研究一下《山海经》，就这么没停，一做就干了将近10年。这个是大迁徙，06年从中央美院毕业完了之后，就回到了福建的寿山，挖了50吨的寿山石，在山上租了一个老房子，工作了整整1年时间，雕了2000多件嘛。农民就觉得这哥们他妈是个疯子。在山上下来的时候，就做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行为艺术的表演，然后搬家公司的车有几十台，拖拉机几十台，敲锣打鼓就浩浩荡荡的进城。它既是一个行为，又是一个装置，又是雕塑。你觉得你那段时间是处于某种走火入魔吗？很自我的状态。当时晒了1年，全身都晒脱皮了，整个头抓一下子头皮都掉下来。我特别怀念我当时的时间，觉得现在的自己比较恶俗。我从小5、6岁、7、8岁就开始雕那个寿山石，因为初中开始学画画、画素描、考美院，受了传统的工匠这部分的经验，之后又受了这个西方雕塑的影响，后面又接触当代艺术，所以利用的媒介到这个手法技法上面是非常驳杂。我骨子里面我更喜欢大的东西，可能跟我个子比较小有关系。那躲在一个小屋子里面雕着小东西，很美好。这用的是老挝田黄，在中国古代象征的就是权力，代表虚荣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。雕完这30几个，我自己都雕吐了。但是田黄这个厅得价值100亿。当我第一次碰到青花的时候，我就特别神奇，中国怎么有一种材料这么接近中国传统的水墨画？当时这些材料都相对比较便宜，严格上面来说，青花的材料是被我炒起来的。对，现在动不动一个材料都得好几10万。看，你是罪魁祸首。后面我们自己也买不动。这件是我展厅里面唯一不卖的一件东西，这是纪念我爱人的一件作品。当地人呢滴在和田玉上，金镶玉的手法把黄金嵌进去。这条虽然说它没有面部，但是都是在跟人对话。用了8公斤的顶级的和田的羊脂白玉，对，雕了18件，是当年的拍卖的最高纪录。剩下的材料雕了260颗大米，然后在大米上刻上《心经》的每一个字，所以这完整的一部《心经》。你年轻的时候会做计划，现在我对生命的认知就比较放松的状态，顺势而为。查出来会甲状腺癌，当时很平静。前期因为我爱人跟我爸都是癌症嘛，所以我正在经历的他们的事情，已经经历了3到4年。生活只是教你无常是常态，很焦虑的时候，我偶尔就会打坐。无聊的时候，可能很认真的画1个小时的妆，留意路边的花花草草，它整个心情就转换出来了。那这个就是当下的力量。